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广论的时间了。这一周大家还好吗？今天的课程呢，我们要厘清一些重要的知见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听。好，请大家把广论翻开353页，353页，看第5行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看原文。又有说于住所缘处持心，皆是着相，遂以不计所缘境，无一而住，谓修空性。这个呢，是一个他宗的想法。那么是宗大师举了一个他宗的想法。那么这个他宗的想法在说什么呢？就说有人心里想了，说如果是作为所缘投住处，而对这个所缘直持内心的话，就会着相，然后呢会成为相执。因此呢，他自己程序说，不投注于这样的所缘，毫无所依而止住，这就是修持空性。所以这个他宗基本上就是认为内心呢什么都不要缘，什么都不要想，这呢就是修空性。听起来呢他很看重要修空性，很想修空性，所以特别害怕着相了，修不了空性，所以就采用了不计所缘，无一而住的方式。但这样的方式是正确的吗？是错误的。我们看宗大师是怎么破除这样的一个执着呢？是权未解修空道理之现象，当知尔时，若全无知，则亦无修空之定；若有知者，则须承许所知，由知该事，乃立为知。有所知故，即彼心之所缘，以境于所缘，所知是一义故。是则应许彼三摩地亦是着相，是故彼说不应整理。所以大师认为他宗的这个想法，一句话，全未解修空道理之现象，就是他宗的这个想法完全是不了解修持空性的方法的一种现象，就他不懂得怎么修空性的方法。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在修空性的时候呢，注意他下面说若全无知，这里的知呢是心识的意思，说如果没有心识的话，也就是没有修持空性的定。然后如果有心识，就必须承许由于了知什么而安立为心识的这个所知，意思就是凡是有心识的话，那么一定有它的对境。如果没有任何对境的话呢，是无法生起心识的。如果有所知，这就是那个心识的所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境、所缘与所知三者是同义。那么既然如此，就必须承许呢那个三摩地也是相执。因为按照他宗的这个想法来看的话，只要缘着所缘持心就是相执。心有没有可能什么境都不缘呢？大家想一想，心有没有可能有这种状态？心什么都没缘，这样的心能成立吗？完全脱离境而存在的心是存在的吗？还是不存在的？所以他宗认为不缘着任何境就是修习空性，这样的想法显然是错误的，是极端不合理的。那么既然这样的方式不是修空性，那么到底怎样修空性呢？我们
再往下看，又是否修空，须观是否安住通达实性之见而修，非关于境有无分别。下堂广说另外啊，那么就说是否成为空性的修持，是从呢有无安住于通达实性的正见而修持来安立的。就说你到底有没有安住于通达实性的这个正见来修持，从这个角度来安立的。那这里边的实性是什么呢？就是空性的意思。所以如果有安住于空正见而修的话，是不是修空性啊？就是在修持空性。那么如果没有安住于空正见而修的话，请问是空性吗？就不是修持空性。可是有人呢，注意，可是有人却认为分别对境就不是修空性，然后不分别对境就是修空性。这样的想法是对的还是错的？显然是错的。然后这一点呢，后面呢，大师会详尽的说明。因为是否成为空性的修持呢，并不是从对于一个境界的分别，注意，对于一个境界的分别和不分别的角度来安立，不是从这样的角度来安立的。有听清楚？我们呢往下看，又说安住无所缘境者，必先念我当持心，必令于境全部流散，次持其心，是则定须源于唯心所缘，持心全部流散为相，言无所缘便与自心体验相违。那么这一段是在讲什么呢？说即使是程许呢，没有所缘境而止住，也必须呢是事先心里要想，说我要支持自己的心，无论如何呢，都不要流散于任何的对境，接着才支持内心，对吧？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一定需要只缘着内心为所缘，而只取不流散于任何境的这个形象。因此呢，他宗程许，注意，他宗程许没有所缘，其实是与自己的经验、自己的体验是相违的。因为即使自己觉得没有所缘，实际上有没有所缘啊？有，实际上是缘着什么呀？就是缘着不缘其他所缘的形象的这个境，还是有缘着境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有没有听明白？那么接下来我们往下看啊。故名修订诸大教典，说多种所缘，亦如前说，故于住心所缘一处，应当善巧。又修辞论说圣摩他所缘无定，道具论说于随意所缘者，意味不须定居一种所缘差别，非说凡事皆作所缘。那么这一段话是说呢，说因此啊，修订的诸大教典中宣说了许多种所缘，这些的目的呢，也是如同前面所说的，所以应当善巧内心安住的这个所缘。亦如前说的意，不是指意思，而是指目的。亦如前说就是目的，同前面说的一样，就是那个意思。那么修次第论呢？修次第论中呢，有提到说圣摩他的所缘是没有固定的。那么道具论中也说呢，对于任何一种所缘，是不是指可以随意缘任何一种所缘呢？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然后宗大师说，道具论这句话的意思是不需要固定某一种所缘的别相，并不是说任何存在的事物都可以作为修订的所缘，也就是说不同的菩提伽罗可以缘着不同的所缘来修订，但不是自己想缘什么就缘什么，就是没有那么大的自由度。所以呢，在这个
怎么样去厘清修次第论还有道具论里边的这个经典的这句话的理解，然后大师也给出了我们非常清净的一个见地和解释的方式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非常认真的研究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然后把原来对于修订的很多错误的不着边际的想法，然后把它改过来。那么以上呢，我们就学完了总戒律所缘的3个科判当中的第一个科判，就是明正所缘。不知道该厘清的概念，诸位有没有如经典中所说的那样一点点把它理清楚？如果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，可以还是像以往一样重复的听几遍，然后别嫌麻烦，因为这种事情是非常大的事情，千万不能搞错了，也不能模糊，一定呢要非常的清楚，才对得起佛陀，然后也对得起我们自己这么辛苦的想要修行吧。因为将来我们要用这样的修行，正确的修行方式去解脱生死，而且还要令一切有情能解脱痛苦，这样的一个这么真诚的目的，一定要有正确的方法才能够达到它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修行所缘的问题上，千万不可以马虎，不可以模棱两可，不可以想什么就是什么，一定要沿着清净的传承，然后所指示的方向，然后这样来修行，才会能够得到我们想要的那样的一个殊胜的一个结果。大家认为呢？